人人称赞的优等生李义江，在短短2个月内背负5条人命。他专挑同性恋者下手，将受害者捆绑杀害，作案时播放残忍歌曲，甚至割下受害者的生殖器。警方找上门时，他平静承认自己就是凶手，更在审讯中主动坦白。1994年新疆昌吉市一起未破的初中生被杀悬案也是他所为，还坚称自己才是受害者，杀人只是为了复仇而已。今天我们来讲李义江连环杀人案。2003年3月19日晚，北京海淀区的志渊源家中，其父母照常致电，儿子却无人接听。2天后，忧心忡忡的父母在物业协助下打开房门，竟发现志渊源被捆绑在椅子上，浑身布满刀痕，早已没了呼吸。警方勘察现场时，提取到一枚清晰指纹，同时发现志渊源的捆绑方式与刀伤形态和近3个月北京发生的另外4起男性死亡案件高度吻合。这4起案件的案发地点遍布受害者家中、公共厕所和野外荒地，死者均为男性，且现场无明显反抗痕迹。警方当即并案调查，梳理出5名死者的3个关键共同点，都是同性恋者，有 SM 性癖好，常在北京同志聊天室交流。循着这条线索，警方将排查范围锁定在与死者有过网上接触的同性恋人群中。经过半个月细致排查，24岁的李义江进入警方视线。目击者称，常看到李义江带不同男性回其东直门柳芳南里12号楼的租住屋，有时一晚更换一人。死者的 QQ 聊天记录也显示，他们生前都曾与李义江聊过 SM 相关内容，部分记录还明确约定了见面时间与地点。2003年4月4日下午，警方赶赴李义江租住的单元楼下实施抓捕，刚到门口就撞见一个牵着小狗散步的年轻人。警方上前试探询问，对方却异常平静地反问：“你们是不是找我？我就是李义江。”他毫无反抗，只提出回家拿些生活用品，随后便主动跟随警方前往公安局。审讯室里，李义江对杀害5名男子的罪行供认不讳。与此同时，志渊源被害案现场的指纹比对结果出炉，与李义江的指纹完全吻合。就在警方以为案件即将尘埃落定时，李义江又爆出惊天秘密：1994年新疆昌吉那起未破的初中生被杀案也是他的手笔。这个外表温和文静的年轻人，竟在9年时间里背负了6条人命。1980年，李义江出生于北京门头沟区，母亲在他出生前就确诊精神分裂症。他出生后不久，父母便带着2个哥哥前往新疆昌吉生活，他则被留在北京，寄养在经济条件优渥的姑姑家。这段寄人篱下的时光，是李义江人生中少有的温暖岁月。姑姑待他视如己出，物质上从未亏待。可好景不长，1992年姑姑家突生变故，无力再抚养他。12岁的李义江只能收拾行囊，回到新疆昌吉的亲生父母身边。在原生家庭里，李义江成了彻头彻尾的外人。2个哥哥因自幼与他分离，对他十分排斥。母亲精神状态时好时坏，发病时便对他非打即骂。父亲扛起全家经济重担，又要照料患病妻子，脾气变得格外暴躁。醉酒后动辄打骂妻儿。每当李义江被母亲殴打，哥哥们都视而不见，有时还会联手欺负他。为了躲避家中暴力，李义江每天天不亮就去学校，放学后主动留在教室打扫卫生，直到天黑透才迫不得已回家。在学校里，他是老师眼中热情负责的好学生，还被推选为班长。这种被认可的感觉是他在家中从未体会过的。上初中后，同班同学唐某成了李义江唯一的精神寄托。起初他以朋友身份接近唐某，后来这份友情逐渐变质，萌生了爱意。1994年初，14岁的李义江鼓起勇气向唐某坦白心意，却遭到对方拒绝，还被用二尾子这种极具侮辱性的词汇辱骂。被拒的愤怒与屈辱在李义江心中不断积压，他认定唐某背叛了2人的感情。同年2月21日晚，李义江以有东西要给你为借口，将唐某骗到学校后方的苗圃，用事先准备的水果刀将其杀害。10天后，唐某的尸体被人发现，身上竟有上百处刀伤。法医鉴定认为，凶手年纪尚小且缺乏作案经验，才会捅下如此多刀，以确保受害者死亡。警方调查期间，因李义江在学校口碑极佳，且能清晰交代案发前后行踪，再加上没有找到直接证据，最终将他排除嫌疑，这起案件就此成为悬案。同年12月，杀害唐某大半年后，李义江在放学路上不小心撞倒一名成年男子，对方并未发怒，反而笑着邀请他一起吃饭。李义江本就不愿回家，面对母亲的打骂，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。饭桌上，男子不停劝酒，很快将李义江灌醉，随后谎称送他回家，却将他带到一处无人公园实施侵犯。
李一江醒来后拖着疼痛的身体回家，此后连续半个多月，他每天背着西瓜刀在遇见男子的路上蹲守报仇，可对方却销声匿迹。升入高中后，母亲的精神状态逐渐稳定，但父亲的家暴却变本加厉。每次父亲醉酒后殴打母亲，李江都会冲上前阻拦，结果往往是母子二人一同被打。糟糕的家庭环境与过往创伤让李一江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学习上，渴望考上大学，逃离这个家。1999年，李一江以昌吉市高考第2名的成绩考入北京理工大学。大学期间，李一江待人友好，讲义气，还烧得一手好菜，与同学相处融洽。为了不花家里的钱，他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在肯德基后厨打工，有时甚至在2家门店倒班，每天仅睡3-4个小时。2002年6月，李一江在网吧无意间点开一个名为紫色男孩的男同性恋色情网站，认识了自称富二代的唐建霄。唐建霄提出资助李一江，条件是让他搬来同住。起初李一江清楚这段关系是各取所需，可相处日久，唐建霄的温柔让他动了真情，但这份感情没能长久。不久后，唐建霄对他日益冷淡，甚至将他介绍给朋友充当临时性伴侣。李一江既气愤又屈辱，却因习惯了对方提供的物质生活，只能默默忍受。2002年11月底，内心苦闷的李一江在北京同志聊天室认识4名男子，几人在酒吧相谈甚欢。酒局散场后，李一江应邀前往对方住处，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被脱光绑在暖气管上。4名男子轮番侵犯他，还用鞭子抽打、烟头和蜡烛烫伤他，整个过程持续1个多小时。那天晚上，李一江哭了整整1夜，随后翻出同学送的西班牙军刀。2次被侵犯的耻辱、家庭的冷漠、感情的背叛，所有痛苦与愤怒彻底爆发，复仇计划在他心中悄然成型。从2002年11月底开始，李一江频繁出入北京各大同志酒吧，寻找那4名侵犯者。2003年1月17日，他在三里屯酒吧街找到其中1人，尾随摸清对方行踪后，用新 QQ 号添加对方为好友，谎称自己是同性恋且对 SM 感兴趣。对方自称收费奴，一晚收费800元，2人约定当晚在其家中见面。当晚，李江带着军刀赴约，用上次的事我也很喜欢打消对方警惕，待对方被绑住后，用军刀将其杀害，还留下800元服务费。第一次杀人后，掌控他人生死的感觉让李一江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他并未收手，而是继续寻找其他3名侵犯者。他用同样的手法先后杀害了网名为靓仔哥的外语系研究生，以及当初虐待他最狠的男子。这一次他手段更残忍，剖开对方肚子，割下生殖器扔进垃圾堆。解决完4人后，李一江离开唐建霄，找了一份保险工作，同时继续在网上寻找新目标。不久后，李江通过网络认识智渊源，2人迅速发展成恋人关系。可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李一江发现智渊源还在与其他同性交往，这让他再次感受到背叛。2003年3月19日，李一江来到智渊源的租住屋，用惯用手法将其捆绑杀害。作案后，他在房间停留许久，确认没有留下痕迹，才锁门离去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智渊源的父母会如此迅速地发现异常，这起案件也成为警方抓捕他的关键线索。2004年4月28日，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法庭上，李一江对5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，辩称杀人是因被侵犯，自己才是受害者。但他的说法引发诸多争议，受害者作为施虐方却任由他捆绑扮演受虐方，不符合 SM 角色难以调换的常识。他自称被侵犯，却能轻易找到4人的行踪，也不合常理。庭审中，辩护律师以李一江成长经历充满创伤为由，请求从轻判决。公诉机关则认为其作案手段残忍，情节恶劣，且毫无悔罪表现，应当判处死刑。最终，1审法院判决李江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李一江提起上诉后，2审法院维持原判。2004年8月20日上午，李一江被押往刑场。临行前，他与父母见了最后一面。精神模糊的母亲不知儿子即将被执行死刑，李一江哭着谎称自己要出国学习，叮嘱父母好好生活。当日稍晚，李一江被执行枪决，年仅24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李一江的杀人数量一直存在不同说法，有报道称他共杀7人，但法院判决书仅认定了智渊源等5人的案件，唐某被害案及其他命案因仅有李一江口供，缺乏物证未被认定。回望李一江的一生，这场悲剧始于家庭暴力与性侵创伤，最终让他从受害者沦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施暴者，令人唏嘘，更引人深思。